圣上口谕：宁王殿下英年早逝，主权之下难免孤寂，特赐这药奴与宁王一同封官陪葬，以为大魏战神亡魂。他们选我出来，就是要陪葬。恨血千年土中碧，一药炼成万骨枯。笑。下一批已经死了很多药奴了，这些药奴血能解百毒啊！外面可是千金难求。你质疑我？竟然是你！叫他了。给宁王殿下送去。李大人，这药奴的血，真的能把我皇兄尸身千年不腐吗？千真万确，一池子的万骨窟里，只爬出这么一个药奴。我不能死。一时一到，封官！皇兄，你为大魏战死沙场，功业彪炳，必将万世不朽。大魏战神，万世不朽。如今我既能从万骨窟的池子里活着出来，我的血就能生死人肉白骨。只有让你死而复生，我才能活下来。你快醒过来，醒过来！殿下。你是谁？竟然是他！赵贺，他竟然不认识我。皇兄，皇兄。皇兄，你总算醒了。宁王殿下吉人天相，起死回生。小哲，他人呢？皇兄说的是谁啊？救的那个人。他被太部首带回去了。今天是太部首的千秋宴。千秋宴。听闻千秋宴是太部首为达官贵人准备的最高贵的盛宴。每当这一日，都会用圣水沐浴洗礼。
再用雪山沉梦浸泡双手，鲜血沁入金樽，给贵宾饮用。太捕鼠的药物能以血解百毒，亦能令人延年益寿。快喝！那些人饮了药奴之血，渐能身轻如燕，永葆青春，因此将这盛宴称之为千秋宴。王尚书，口感还不错吧？但我告诉你，这功效最好的是这药奴的心头血。哦，老夫现在就取他的心头血。宁王殿下早就该来了。听闻5年前剿灭越族，宁王殿下受伤失忆，这药奴之血，或可助殿下恢复记忆。宁王殿下，这药奴之血，现割现喝，最是滋补。殿下，请。要喝，要干什么？我镇北军在边疆餐风饮血，搏命杀敌，而你们这帮蛀虫，却在此绞吃肉林，醉生梦死。别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宁王殿下，这药奴可是我太捕鼠的人。你确定要拦本王？大人，老爷，太捕鼠的止血方子药性强烈，姑娘你忍着些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与殿下素不相识。
再敢说一句假话，我会让你痛上10倍100倍。我只是太不属一个药奴而已。叫什么名字？太不属的药奴，没有名字，只有编号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太不属的药奴，没有名字，只有编号。编号。就凭你还想杀我？你别以为你救了我，我就会感激你。你不过和他们一样，把我带回来，就是想凌辱我。我当然想杀了你。殿下，太不属喝了药奴血的人全部中毒，暴毙身亡。是你下的毒？是。草菅人命的畜生，想喝我的血延年益寿，我今日就让这夺魂草要了你们的命。他们常年喝我们药奴的血，凌辱我们药奴，他们都该死。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看简单。昭和，今日没能杀了你，算你走运。姑娘，暂且将你安顿在此，有什么事情叫我就好，我叫沈无双。多谢。我劝姑娘安分一点，若有下一次，怎样？杀了我？那你现在就可以动手。宁王府没有侍女，记得自己上药。昭和，5年前你屠灭越族，而我沦为药奴，受尽折磨。如今，你却忘记曾犯下的种种罪孽。我一定要你血债血偿。圣上，那药奴呢？药奴呢？朕不是让你把他带回来，给朕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吗？圣上息怒，卑职本想将他送到青丘宴上，以宴疗效，谁能想到宁王竟公然抢人？抢人？启奏圣上，王尚书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是，中毒而亡。回圣上，时机尚未成熟，这药奴之情太医不令。是你说过，只要能炼成，就能让朕长生不老。
我不管他是死是活，你必须把他给我找回来，继续练。是。滚出去！妖女，快滚出来！快出来！偿命！快出来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吵什么呢？吵什么呢？就是他，就是他的血，毒害了我家大人。来人，带走！放肆！谁敢欺负我宁王府的人？杀人偿命！我家大人死得冤枉，今天这个妖女必须死！历年来，死在千秋宴上的药奴不下100人，有谁替他们喊过一声冤？难道药奴的命便不是命吗？药奴贱命，岂敢跟我家大人相提并论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快走！杀了他！快走！杀了他！走啊！松手！谁敢造次？宁王殿下，在下也是奉命捉拿药奴已久，还请宁王殿下行个方便。本王若是不许呢？大家快看啊！宁王不顾朝廷动灵，竟然方便这个杀人如麻的妖女！我大魏没有此等动量。无双，这里便是他们的罪证。弘治28年，曹大人利用职权逼良为娼，这些女子的名单和交易记录都清清楚楚。还有这一本，详细记录了王尚书是如何草菅人命的，都是你们家大人做的。看看。宁王殿下，就算如此，这捉拿药奴也是圣上之意，难道殿下执意要违抗圣令吗？此事我自会向父皇交代。快走吧。皇兄，你昨天忙一晚上，你就去忙这个事儿，你为何这么护着他呀？啊，你不会把父皇的迷魂当真了吧？皇兄，郑和，是你把我留下来的。殿下，依九姑娘的事已料理妥当，你违抗圣旨也要把她留下来，难道她是你话里的那个人吗？让你查的事情如何了？只查到当年参与此事的镇北军悉数未归，据说皆已被杀。世人皆传是我屠灭越族，可我对此事却毫无记忆。无双，他与我的记忆有关，帮我盯紧他。是，殿下。他若不是画中人，又能是谁？千秋宴上吃的夺魂草反噬越来越强，我现在连药瓶都拿不出，必须得尽快出府拿到解药。无双将军，后天就是花灯节，正好我婆娘生产，我答应陪她去看灯，您看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值？像你这样的男人也不多了。行，准了。谢谢无双将军。花灯节。千门
明月千门雪。哎，下一句接啥？银灯万树花。接得好，接得好。你来干嘛？别打扰我写花灯啊！花灯。明天就是我大魏最盛大的节日——花灯节，每年皇兄都会带我过去。原来这就是花灯啊！之前在太部署待太久了，从未去过花灯节。那你可真是白活！花灯节啊，全城的百姓都会出门看花灯，街上的花灯都是各式各样的，跟你说也没用，反正也不会带你去。花灯节，殿下，该去面圣了。走。父皇，这些都是死去官员的罪证。这就是你给朕的交代。父皇，药奴19虽该死，可他杀的那些官员，亦是罪大恶极。罪大恶极！你这药奴，杀了朝廷这么多重臣，要处置也得朕来处置。圣上，那日的药奴均已处死。呵，朕告诉你，这些人只是我大魏最微不足道的药奴，你保的那个人也一样。朕要他死，他就得死。父皇息怒，2日。父皇给我2日的时间，儿臣定当给您合理的答复。2日，我就给你2日。看来杀他，还需另想办法。老李，殿下快回来了，他的汤煲好了吗？马上好，马上来了，放心吧。哦，毒血足以要了你的命。殿下，圣上那边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来人啊！有姑娘在里面，快救人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来人呐！怎么回事？那还有个姑娘，快快来人！救火！快走，快去打水！李九，殿下，李九，殿下不能进去。殿下，李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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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姑娘在这儿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想给你送完汤，听见走水了，就过来帮忙看看。快，这边！汤凉了，我去给你热热吧。我真的能信你吗？谁？是我，依旧姑娘。依旧姑娘，这是给你准备的新衣服，记得明天换上。有何异常？哪有那么多异常啊？你想送衣服就送衣服，想关心就关心，搞这么多，虚伪的男人。殿下，今年花灯节百姓格外多，已经加派兵力巡防，一定要保护好百姓的安全。是，我已经。皇兄，皇兄来了。小殿下，你今天穿的格外花枝招展啊！又不是穿给你看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成天穿盔戴甲。走吧，皇兄。你不做那么多，自己去吧。走吧。我们去哪儿啊？花灯节。我还不乐意去了呢。你按这个清单来采吧，记住，都要上好的。哎，好。上花灯来！好看的花灯！糖葫芦！哎，学姐，还是糖葫芦吗？糖葫芦！
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谢谢哥哥。去吧。殿下，他果然有问题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耍什么花招。来者何人？要当何物啊？天边远客，当明月一轮，清风10斗。原来是贵客。不知贵客远道而来，想买什么？夺魂草解药。我这魁星楼向来不用金钱做生意，而且这夺魂草的解药珍贵无比。你拿什么来做交换？我的血。呀，好巧！喂，这有什么稀奇的吗？魁星楼无所不知，那你可曾听说过太卜属炼成的药奴，饮其血便能延年益寿，青春永驻？你给我夺魂草解药，我给你世人都垂涎的药奴之血，这买卖做还是不做？一姐，该回去了。回去？不是你千辛万苦把我送给宁王的吗？宁王，你在千秋宴上杀了那么多人，他能护得了你一时，护得了你一世吗？我不需要他护着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和你回到那个肮脏龌龊之地。好，今天就算是尸体，我也要带回去。再不过来，我可要动手了！宁王殿下，2次了，你还真是爱英雄救美，而你救的这个美人，心思不简单呢。把她留在府上，必定是个祸患。本王府里的人，还轮不到你来管。你的人？宁王殿下不会真的把她当作王妃了吧？我可提醒你，她是圣上用来给你陪葬的。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杀了你！滚！我身涉命案，仇家众多，太卜属是不会放过我的。你既然知道，就跟紧了，别再耍什么花招。一九姑娘，你刚去哪儿了？
殿下，这是你让我给宜九姑娘准备的日常所需，都采买好了。不是要看花灯吗？跟我来。我挂在这里了。行，写完了吗？再画高一点吧。也好，我帮你。希望我弟弟够长，节目指示。再紧一点，再绑一下。花市灯如昼，人月两团圆。在我们月族，就是月圆之时，会对着圣池许愿。你们大卫会做些什么？大卫会举办花灯节，全城都是灯，通宵达旦，灯火通明。花市灯如昼，人月两团圆。云阳，我想带你一起去大卫，一起去逛花灯节。我还会向父皇求娶你，我们一生一世，永远在一起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你不可以食言哦。不会的。山河远阔，共取星辰，与君相伴，永不分离。许个愿吧。心无所期，便无落空。没有期许，愿望就不会落空。方才殿下给太卜令说我是你的人，所以你能护我一生一世吗？我方才说笑呢。窗户上都贴上喜字，每一扇。是。哎，你歪了，往东一点。我这双手只会上阵杀敌，哪做过这种细致活？哎呀，快点快点！你们在做什么？云瑶姑娘，宁王殿下接旨。传陛下口谕，2日期限已到，我等前来跟药奴依旧接走。来人，带走！放肆！这里没有药奴。从现在起，她就是本王的王妃。转告父皇，这就是我的交代。走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娶你是否只是为了保护你？没错，但又不止如此。5年前我受了伤，
自此失去了记忆，世人皆称我为屠灭越族的战争英雄。可我却对那段记忆一无所知。直到你那天救了我，你与我画中之人如此相似，所以我觉得你与我的记忆有关。那可能要让殿下失望了。我并不是你画中要找的那个人，所以你还会娶我吗？会。陛下，我们府里争取女眷，不如把她带走吧。云瑶，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为何要和宁王成婚啊？是他逼你的吗？云芝，为了亲手杀了他，我等了整整5年。那日从太部署出来，老天让我再次遇见了他。而如今，便是最好的时机。这个就是夺魂草的解药，只要你服下它，便可以恢复元气，无异于常人。云瑶，你没事吧？昭和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对不住了，大人。圣上已应允宁王与那药奴的婚事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不需要我来提醒了吧？大人，越族贱奴，我要你死！日月同心，四
我赵后以天地为媒，日月为证，愿与依旧共谱一世情缘，此生不离，有情同心。李成入洞房。英皇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，朝妃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知道吗？我等了你整整5年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在寻找记忆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月族人。这5年，我每一天都在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我发过誓，我要杀了你，为我月族报仇。皇兄！殿下！皇兄！皇兄！殿下！放开我！皇兄！怎么样？皇兄！皇兄！昭和，我月族被屠，生灵涂炭，所有的少女都沦为药奴，生不如死。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！我要你下地狱！我要你下地狱！放开
放他走！殿下，殿下！月下望言幽灵伴，一缕烛影鸟无痕。风萧暮雨浊茶醉，寒夜星尽心无尘呐。人呢？跑哪儿去了？这荒野竹院只有我一个人，不知你们问的是谁呀？少跟他废话，搜！到底是谁？魁星楼江如云。竟然敢有人冒充江阁主！你是江如云，那我还是他老子呢！落叶飞剑，真的是江凌云。打扰了。等等，你们俩当我这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滚吧！是你。穿着嫁衣被追杀，有点意思。此人深不可测，绝不可被他看穿。小女子只是太不熟的一个逃出来的药奴而已，因与一个书生相恋，成婚当日夫君被杀，
他们还要抓我回去。那你还真是挺可夫的啊。你走吧。多谢公子相救。公子，我能否借住几日啊？我们这儿从来不养闲人，赶紧走。我今日不小心打翻你的吃食，我这就去给你做一份。厨房在哪？厨房在那儿。公子，他在给我们演戏呢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不戳穿他？他赖着不走，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？哎呀，这生活本来就无趣，而我只是给自己留一点乐子。您这是玩火自焚啊！哎，你废什么话？给他准备一件新衣裳，他穿红色太丑了。好。小殿下，依旧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们明明是一伙的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皇兄对他那么好，他就伤得那么深。说，他在哪里？快说，他在哪里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小殿下，请你冷静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我皇兄现在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都是因为他们这些该死的药奴。小殿下，依旧有姑娘的消息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现在当务之急的是殿下的病情，我们要耐心等待。如果我的皇兄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把他关起来。公子，怎么还没有做好呀？他都做一宿了。来了！公子尝尝。还是蓝色好看。啊，没事。怎么样？我要的是鲜花饼，可这只有饼，鲜花呢？鲜花，饼。哎，我要的呢是鲜花馅儿饼，不是鲜花和饼啊。公子真是讲究哈，吃个饼还要配上鲜花。新鲜的鲜花配上美味的馅，鲜花饼，吃不吃？哦。公子啊，那个红线和竹筒石，我这里呢可以第一时间收集到城里的所有消息。
喂，喂，喂，你醒醒！喂，啊！啊！醒了！圣女，这个是谁啊？怎么浑身是血啊？我采药的时候遇见的。这个人身穿铠甲，身份不明，不能让他进来。是啊，圣女，你忘了咱祖宗留下的族规了吗？咱村是不能让外人进的。可是我也不能见死不救是吧？那也不能让他进去啊，要出大事啊！就是。你干什么？我是在给你疗伤。抱歉。你老实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伤口可深了。要不及时处理的话，就很容易感染，你知道吗？不过呢，你小子幸运，得亏是遇见了我。你自己拿着吧，我给你做饭去。菜来啦，吃饭喽！快起来吃饭吧。喂，喂，快起来吃饭了。喂，喂，你醒醒！喂，你别死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我。你醒了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今天是我们月族1年1度的上巳节，要不要一起玩啊？上巳节？跟我来。怎么样？
看呢。对了，什么是上巳节？上巳节啊，寓意天降甘霖，万物复苏，风暖有人能作伴，日常无事可思量。人们成群结伴游春夜，饮佳酿，曲水流觞，杨枝沾露，拔除半玉，踏歌起舞。不哉乐趣，不得良人归。怎么样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俩真是一大命大！是我们圣女给了你的血，就你们毫不得罪。我偷偷告诉你，我们越族有个百年相传的禁忌，说是如果用他的血救了一族人，就会遭灭族之灾。我是不信。来，喝，来喝吧啊！来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越族的许愿币，很灵的，试试。你许的什么愿望？我许的是和云瑶永远在一起。就送到这儿吧。等父王同意了我们的婚事，我立刻回来迎娶你。我等你。我等你。
殿下，殿下，你醒了。皇兄，你可算醒了。玉九呢？属下也不知，只知道太卜署的人一直在找他。又是太伯令的人。皇兄，难道你还要执迷不悟去找那个药奴吗？皇兄，他不是药奴，他是你皇嫂。无双将军，殿下，查到王妃的下落了。皇兄，你干什么？玉说你还不能下床。这里会不会有他的消息？万剑山庄少庄主欲买凶杀人，却被反杀。保守统计，生前有380余位仇家，望7日内锁定。哼，他真该死啊！大魏第一富商潘威离奇失踪，家中金库被盗，犯人有3：大夫人、二夫人和3夫人，其中2夫人嫌疑最大。3日内找到他与当铺王掌柜的偷情线索，真是荒谬。你干嘛呢？帮你整理消息啊。姑奶奶，你可知对于魁星楼来说，宁给一锭金，不给一句春吗？你知道这些线索一旦传出去，你这条小命可就……要杀要剐，随便吧。公子，有客拜访。你要的消息来了。你竟然没死！你可知私藏王妃该当何罪？啊，腿长他自己身上，你倒怪起本公子来。要不是我把消息给你们，你们能知道他在这儿吗？跟我回去。我为何要跟你回去？王妃，如今满城风雨，危机四伏，你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，只有殿下才能护你周全。你不是想要杀我吗？只有待在我身边，你才有机会。唉，真虐。撤！撤！一九！
一九，一九，一九，一九。一九，一九，云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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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云阳，云阳，你有受伤吗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云阳，你是不是都想起来了？我想起了5年前在月族的生活。你告诉我你叫云瑶，你不顾族人的反对收留了我，还用你自己的血救了我。你还带我换上月族的服饰，去参加受死节。还有在月族的圣树下许下许多誓言，我还答应过你，我要回来娶你。够了！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你为何要屠我全族？我也想知道为何我们曾经那么的相爱。月族人待我如家人，我怎么可能去屠？你还在骗我！月族一居山谷，与世无争。可是，在一夕之间，所有的男人、小孩，还有老人都被杀了。月族的女被抓到太部署，成为最低贱的奴隶，日日备受煎熬。5年了，我每一日都在忏悔，都在自责。是我把你带到了月族，都是因为我，是我让月族遭受了这样的灾难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，为什么？云阳，云阳，告诉我为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云阳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月子。我是想起了5年前的记忆，可我的为什么屠灭月族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你现在说你想不起来？殿下，王妃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我带你去看样东西。都不许跟来。
这些是我这几年调查的结果，与越族有关的记录都在此处，可唯独没有找到我屠杀越族的记录。那件事情之后，镇北军四分五裂，屠杀越族的镇北军全都不知所踪，杳无音信。云阳，我怀疑此事另有隐情。丁卯年4月15，午夜梦回，观天上明月，似闻故人耳语，奈何不知所云，苦闷之极。甲未年10月初8，与吴地游街，人头攒动时，忽觉似曾相识，却总是难以忆起往昔，心中泛起哀伤。这些都是你记下的。每次想起一些，我都会记录下来。云阳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帮你找到真相。我听说，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了。这梳子好像从未见过，好像是之前花灯节的时候买的。殿下，这是你让我给1-9姑娘准备的日常所需，都采买好了。我相信，他一定能帮我找回记忆。当年之事的确疑点重重。您吩咐属下查了这么久，还是查不到有用的线索。我本以为恢复了记忆，就能知道当年的真相。如果屠杀越族的人不是我，会是谁呢？可若是一直找不到有用的线索，殿下与王妃之间就是灭族之仇，您一直把她留在身边，恐怕是……不论这背后的阴谋是什么，我一定要查明真相，还云瑶和越族一个交代。无双将军，你这是？殿下在书房一夜未合眼，我来给他送点吃食。把东西放那边。云瑶，不是说要给我一个交代吗？你能告诉我，当年我去越族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风谷年8月初5，我收到你的来信。你在信上说，你的父王答应我们的婚事，你会来越族迎娶我。其实，父皇原本不同意我们的婚事。我看你就是被那异族蛊惑了心智。我让你去调查越族，不是让你去谈情说爱的。可儿臣受伤时，是越族的圣女用自己的血救了儿臣的命。救你一命又如何？他们常年修习巫术，那是在魅惑人心呐！不是的，父皇，越族人品性纯良，根本不像传言的那样。够了！
是3天之后，父皇却突然下旨，同意我们的婚事。大婚当日，我也确实身穿铠甲，带领镇北军前往越族迎娶你。可路上遇伏，之后的事情就都不记得了。可那天我亲眼看到，是你穿着铠甲屠了我的全族。如果那个人不是你，那会是谁呢？这也是我想理清的真相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寻找活着的镇北军，可至今杳无音讯。鸳鸯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看见这房间里的竹简，还有文字，听着你碎片化的记忆，字字句句都与我越族有关。与其说我要相信你，我倒不如相信真相。你放心，真相早晚会大白于天下。如果真犯了错事，我任由你处置。云瑶，云瑶，这是无双将军送来的，今夜会下大雨，烤着火暖和点儿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云瑶，地上凉，你去床上睡吧。今日城中盗贼猖獗，你们让兄弟们提起精神，加强巡逻。是，无双将军。无双，殿下，这几日一直没有看到小哲，他人呢？小殿下，好几日没见到他了。听说你最近都没怎么好好吃饭，怎么回事？都这么大了，还要我喂你？皇兄，你为何一定要把那个杀你的女人带回来？她是异族人啊！很多事情啊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她现在是你皇嫂。我这么做，自有我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它与我的记忆有关。皇兄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还没有。既然皇兄这么放不下她，我会试着把她当皇嫂对待的。但如果她有什么异动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她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知道了，记得把粥喝了。我求你放过我！我求你！求我？你想求，
还不如求你的好姐妹。她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这药就只能拿你们来炼了。大人，大人，看来得下一剂猛药了。殿下，属下找到一名当年屠杀越族的镇美军士兵，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在草鳌村。突然冒出来的线索，此事恐有蹊跷，先别告诉王妃。先别告诉谁啊？小殿下。哎呀，皇兄，我都听见了，你们就放心去吧啊！我会照顾好皇嫂的。别乱说话。好。干嘛要锁门啊？皇嫂，我答应皇兄要看好你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听说啊，他们找到了一个线索，怕你根据遇到危险，所以将此重任交给我，你就老实待着啊！开门！开门！你快把门打开，快点啊！云瑶，开门！云瑶，把门打开！云瑶，开门！云瑶，希望殿下你就把门打开吧。不行，我答应皇兄要看好门的。您不让我们一同去，定是心虚了。怕不是要去毁尸灭迹，好篡改口供。我皇兄不是这样的人。好啊，你说你皇兄不是这样的人，那你要如何证明？我皇兄向来光明磊落，从来……嗨！
之，你干什么？不对劲，回去。你是镇北军的人，我们只是想知道真相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别说了，虚伪，冠冕堂皇，布下这个局，不就是要杀我吗？还有你，我知道你是越族人，当年我们镇北军所有人都是因你们而死，我杀了你！你可知我是谁？齐王，我当然认识你。他是我皇兄的人，他不会拿我怎么样。你假装劫持我，我们一起逃出去，拿着呀。可是，废什么话！你别过来，退后，不然我杀了他！你不敢！我怎么不敢？他哥屠了我全族，我早就想杀了他们。我再说一遍，退后！云瑶。小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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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这样？小哲，小哲，你挺住，小哲。王兄，你千万不要怪皇嫂。小哲，你别说了，不要怪他。小哲，小哲。小哲，你醒醒！小哲，怎么样？殿下，齐王殿下伤及心脉，臣已无力回天。必须给我救活他，不然我杀了你！殿下息怒，容臣想想，或许有一续命良方。什么良方？殿下，还有一味药材可以一试，10年才开花一次的火莲，生长的条件极为苛刻，需要连生9地，9朵长成时采摘。老夫也不知在哪里能找到。宁王殿下，找你家公子。公子，有人找。是不是他又出什么事了？与他无关。我想寻一味珍稀药材，请你告诉我火莲在哪。
火莲，我这有。愣着干嘛？去拿呀！日后你若有事相求，我必无条件相助。多谢。公子，你怎么舍得把火莲给他呀？那可是你陪风月轩妈妈在房间里7天7夜才……不是你这都听谁说的？江湖上早就传开了呀。我。这壶，王妃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无双将军，御医说了，我的血能救他。可是，无双将军，此事有蹊跷，只有他醒了，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。让他进去。殿下，您找到那火莲了？让御医尽快煎药。小哲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你。放肆！谁敢欺负我宁王府的人？他是我皇兄的人，他不会拿我怎么样。你假装显示我，我们一起逃出去，拿着呀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和你一样，不想让他死。我的弟弟我自己来救。出去。皇兄，你在做什么呀？给。皇兄，这个木雕好像你啊。这是皇兄送给你的礼物，往后就让他陪着你，守着你，就像皇兄一直在你身边一样，好不好？谢谢王兄。
殿下。是你放他进来的？是。我相信他是不会害小殿下的。你出去吧。鸳鸯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与其说我要相信你，我倒不如相信真相。他哥屠了我全族，我早就想杀了他们。小车，快传御医！云瑶，吃点东西吧。郑虎，快去小殿下寝殿！小殿下醒了。听见了吗？他醒了。看来我的血真的有用。你干嘛？你别碰我！你这样会……你别碰我！小殿下红事了！小哲，小哲，这是你最喜欢的木雕小人，皇兄会把他放在你身边，有他陪着你，就像皇兄陪着你，就再也不会感到孤单和害怕。殿下，请节哀。小殿下九泉之下，定是不愿看到你如此难过的。你走吧。我想再看他一眼。别让他进去。
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帮你找到真相。云瑶姑娘，您醒了，是我们家公子把您抱回来的。哎，不得不说，几日不见，又重了啊。我收拾一下就走，告辞，就不麻烦你了。哎，不是走什么呀？我那个壁炉坏了，你帮我看看，它怎么就突然坏了呢？公子，这壁炉不是刚换过吗？没坏啊。是吗？啊。哦，昨日啊下雨，这屋顶啊就一直漏雨，可得找人修修，要不然那个雨啊哗呀哗呀哗。哎呀，公子，这还用您说？我连夜就让泥瓦匠给修好了。嘿嘿，你真棒啊！其实吧，我是想说，这个窗户，对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窗户。这边还有那边，还有那边都漏风了。你知道这个天气，它那风会一直刮，很容易着凉的。公子，不漏风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，咱们住不起啊。哦，公子，您是不是饿了呀？啊，对。哎呀，可您看我这手上还要去忙些其他的事儿，实在是没有时间做饭呀。啊，对啊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这个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去做饭去了。辛苦你了。多谢公子收留。公子啊，你说他是不是看出来你故意要收留他了？我演技有这么差吗？哎呀，那分明是你反应太慢了啊！
皇兄，我来了。我说过，和你一同保护皇嫂。殿下，你还是吃点东西吧。殿下。 殿下，殿下，你他妈都站在这儿，为什么不去练兵？听了什么？练，陪你们练练。皇兄，你要好好练武。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月瑶姑娘，吃饭了。哎呀，这最近上这江湖风起云涌，消息啊像潮水般向我涌来，真是让本公子应接不暇呀。本书童也是应接不暇。你看，我这书童惯会为自己的偷懒找理由。公子，你说别人坏话，好歹背着点人啊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啰里吧嗦什么呀？我说你什么了？真是。我来帮忙吧。行。2只鸡，4只兔子，18条腿。2只鸡。哎，你帮我看看，他到底算出来没？哎，公子，你看，他在掰手指算呢。别看了，继续。哎，再来。哎，给。
我家母猪最近食欲不佳，下载都不开心，有何解法？哼，这母猪下载还挺有情绪的呢。哎，你看到没？他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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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笑了。堂堂魁星楼阁主，还因为下载不开心，哼，真是匪夷所思。哎，继续。这是我与他的第3次见面，我知道他再无去处。他那么要强，我不会让他主动开口的。我可真是个贴心的美男子呀，哈哈。你刚才是撕这上面给的我？是啊。这是我的手掌！公子，你别跑！殿下，都找遍了，并没有找到此前王妃用来挟持小殿下的匕首，应该是被人取走了。还有那个死去的镇北君，是服毒自己。果然，小哲的死没有那么简单。无双，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，他的血能让我死而复生，为何偏偏救不了小哲？殿下，你是不是早就怀疑小殿下并不是王妃所杀？走。今日白天你做的那些事，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开心，但眼下我最想弄清楚的是小哲到底是怎么死的。不着急，先喝口茶。没事吧？对不起啊。这刺痛感好熟悉。公子，这是你让我在草凹村那个破院子里找到的。先出去吧。好。这是太不署的银针。云瑶，或许那刺痛感是因为这枚银针。有人想借你的手杀掉赵哲，这不应该啊。那他们为何要杀齐王，还伪装成镇北军的样子？仔细想想，制造意外的颈部伤口并不致死，或者是中毒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又不是万能的。要找到真相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啊！喂，走！喂，你去哪儿啊？走！大人，大人，我们安察的暗卫放出消息，他们2人有所行动。这贱奴倒还真有点本事。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是。你想干嘛？硬闯宁王府？他们那儿人那么多，我也打不过呀。守卫大哥，辛苦了。来，吃点东西。就这儿了。
开什么玩笑？我堂堂魁星楼楼主，你居然让我钻狗洞了？那你硬闯吧。钻。哎呀，你告诉我这怎么钻呢？这边。哎，不是吧？你还真打算开棺验尸啊？明日就要下葬了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不是，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，这辈子居然还要陪你开棺验尸？好吧，来吧。宁王殿下，别来无恙啊！小侄亡魂未归，你们却擅闯灵堂，究竟何意？追！不好了，尸体不见了！小哲，小哲呢？看吧，是你误会云瑶姑娘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找到小哲的尸体。你手没事吧？啊，这就不劳宁王殿下您费心了吧？我们先走吧。哎，这次出去咱就不用钻狗洞了吧？别废话了。喂，我帮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回去要给我做一顿大餐呢。太不树的算筹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太卜令呢？太卜令，滚出来！宁王殿下，人呢？我们太卜令不在。告诉我，真的不在啊！何时让宁王殿下如此生气？我弟的尸体呢？殿下不去审那个杀他的药奴，却跑来我太卜署找麻烦。我看你是找死！你这面具戴了这么久，今日我就帮你摘了。皇兄教你几招防身术可好？当敌人按住你时，你可以先假装顺从，然后用你的肘推开他。如果别人胆敢欺负你，记住，就这么对付他们。
你别乱动，这个伤口要是感染的话，手是会被剁掉的。这么大的伤口，你再绕2圈就愈合了。开个玩笑。哦，对了，跟你说个正事儿，齐王的灵堂外到处都有镇北军的把守，又有谁能把他的尸体偷走呢？或许他根本就没死。聪明，所以眼见的不一定为实。齐王的死是如此，当年你越族被灭，恐怕也是如此。当年的画面，我永生难忘。这些年，要不是靠着对赵贺的恨和寻找真相的执念，我才能在太不署那残酷折磨的地方活了下来。若非如此，我恐怕早就撑不住，死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。有人来了，找你的。你的手没事吧？小伤。关于小哲的死，我有了新的发现。明日，我一定给你个答案。我不需要你给我答案，我做这些，只是想还自己一个清白而已。无双将军，王妃，殿下从昨夜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也找不到他。他来找过你吗？昨夜他确实来找过我。宁王殿下，跟1天了，发现点什么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小哲，你没死，这怎么回事？多日不见，让皇兄担心了。
为什么要假死？为什么现在穿着太卜令的衣服？既然皇兄这么想知道，跟我来。皇兄，你可记得这地方？当然记得，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冷宫生活的地方，比之前清冷了许多。求求你了，李公公，帮我们找御医，救救我母妃吧！滚开！滚一边去！咱家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哼，两个不受待见的皇子，母妃也配叫御医？不许你这么说我母妃！不许你说的！哎呦，小哲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咱家明摆着告诉你们，这个弃妃今日就是死在这里，也不会有人收尸的！不知死活！不知死活！狗东西，不知死活！不知死活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再打了！我求求你！狗东西！皇兄，他们为何不救母妃？这皇宫实在充满了太多的冷漠和自私。小周，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欺凌。自那以后，你就开始拼命习武。后来，你立下赫赫战功。父皇问你想要什么奖赏，你只要了一处宽敞的院子。我记得你跟我说，小哲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。我当时好开心。我们终于有家了。这些我都记得。可是你呢？你把曾经许诺我的一切都忘了。这个是小时候我们哭着求他，对母妃见死不救的那个太监。还有这个是前2天刚参了你一本的大臣。还有这个，够了！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没有疯，是你疯了！
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要放弃我们兄弟二人所有的未来，我当然不允许。月族人品性纯良，根本不像传言的那样。够了！你这门婚事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我还告诉你，此次你若不去，我就收回你的兵权。从今往后，你也不再是我的儿子。父皇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押下去。所以5年前屠杀月族的人是你。对。我假传圣旨，允诺你们的婚事，在你前往月族的路上，将你迷晕，带你出征。我穿上你镇北军的军装，必融成你的样子。我就是你，宁王赵贺。小哲，你，想知道我是怎么屠杀月族的吗，皇兄？王妃，这就是当年幸存下来的镇北军。大爷，你还记得当年发生了些什么吗？当年我们从月族回到大魏后，那支屠杀月族的镇北军接连离奇的中毒身亡啊！我侥幸活了下来。那你们在去月族的途中，是否遇到了埋伏？是。中了埋伏后，宁王殿下险些受伤昏迷。当我们再上路出发的时候，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。骗了一个人？难道那个时候就已经换了一个人？你还记得他受了埋伏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除了有几次连我们的名字都会叫错之外，哦对了，他的后颈处有一个斗笠大小的褐色胎记。胎记？对不起，皇兄，我让你担心了。皇兄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生气，皇兄。皇兄，你不要生我气好不好？不要生气。
皇兄，不要生气，皇兄，不要生气。都是因为我，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。以后的路，我替你趟平。没想到你来了。找到小哲的尸体了吗？小哲的尸体在太部署，一切都是太部令所为。你是不是查出什么了？托你全族的急，我都想起来了。我该怎么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赵哲所为？其实是我。大婚当日屠你月族的人是我。你说是你，那你要如何证明？大婚当日，所有的月族人都在为圣女新婚而欢庆。我带着镇北军的精锐进来。月族那天花团锦簇，热闹极了。月族人看到我来，可是欢迎的很。我当即就下令杀了所有人。月族的每一个人都得为这场婚礼殉葬。我还没下马，就挥剑斩杀了一个人。看向李婶的那一剑，他连呼救都来不及。鲜血洒在婚礼上，一片嫣红，鲜血滴在剑尖，在地上划出一道道血痕。那些惊吼声，慌乱的逃跑声，别提有多美妙了。还有那个王胖子，他想从背后偷袭，可他哪里是我的对手？我转身一剑就让他的头和身子分了家，血柱翻涌，他们一个一个在我面前倒下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因为你们月族女子的血可治百病。殿下，您回来了。我从昨天就在找您，我找到了镇北军真正的幸存者。坐。殿下，自从您失忆之后，再没跟我们一起喝过酒。今儿是有啥喜事儿吗？许久没有跟大家一起聊聊天，今夜我们不醉不归。来，好，干杯！不醉不归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你们每一个人的成长，我都看在眼里。郑虎，哎，我记得你之前胆子特别小，如今已经成了独当一面的将领，不错。没有没有，都是殿下统帅有方。萧峰在，
这个疤你可还记得？因为你的一时疏忽，我帮你扛了一刀，所以以后上了战场，一定不能粗心大意。殿下，有您在，关键时刻肯定会第一时间冲出来保护我们的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。那要是万一我不在了呢？殿下，您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开个玩笑。无双，你是我们镇北军唯一的一名女将，要不是我，你入伍应征2年都进不来。第1年，你打赢了比赛，但被告知体格不够强健，在战场上会吃亏的。第2年，你站在宁王府门口的征兵公示榜前，找了半天，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走走走，没有你。想加入镇北军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跟我来吧。可上了战场，你跟他们一样，冲锋陷阵，甚至比他们还有勇有谋。无双，我没有看错你。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都是镇北军的骄傲，也是我赵贺心中的英雄。我们共同浴血奋战，守家卫国，每一滴热血，每一份真诚，都铸就了镇北军的赫赫威名。殿下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镇北军听令，在。从今日起，沈无双就是你们的新主将。殿下，属下何德何能，岂敢承受如此重任？殿下，您是要到哪儿去吗？殿下，您是我们的将军，我们誓死跟着您。是啊，就是啊，殿下，我们不能没有你啊！我的命令你们也不听了吗？这是镇北军的兵符，它可以号令百军，也是镇北军的军威。拿着，拿着。镇北军的将士们，他日无双将带领你们驰骋沙场，保家卫国。也请诸位铭记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我的心与镇北军同在。所有的事皆因我而起，这一切就让我来承担吧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帮你找到真相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走吧。
他是跟身旁之人更配呢，还是跟我更配呢？肯定是他呀！你什么眼光？哎呀，走了，干活去。啊。来。听说了吗？大卫战神被妖女迷惑，竟然交出兵权，带着那妖女逃走了。我听说那妖女的血里有蛊毒，喝了就会对她言听计从。战神一定是中了蛊了。妖女啊！你看看。你怎么才来？抱歉，我来迟了。我不是让你盯着那剑楼吗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没事吧？那剑奴现在在哪儿？岳阳要带他去月族献祭，复活圣池，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剑奴要杀我皇兄，不行，他必须死在我手里。怎么回事？你的血有问题。阎王殿下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任何的危险。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做。好，我要你那好姐妹灰飞烟灭。云阳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骗你。施文仪，
婆，打扰，婆婆，能讨口水喝吗？婆婆，婆婆。看来整个村子都被感染了。婆婆，你不要死！他已经感染很久了。婆婆，你不要丢下小婉。婆婆，你不要离开小婉。别怕啊，他也被感染了。你跟我记忆里的云瑶一模一样，她是会倾尽所有救人的人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善良。我虽救了他，但我心里满是恨意。我恨自己软弱无能，竟然见不得大卫人死。是用感染者的尸体炼制出来的药粉，有人把它投在水源当中，不仅能够加快传播的速度，严重的还会造成尸变。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别怕啊，婆婆，乖，婆婆很快就回来了。那她去干什么了呀？她呀，她正在守护着小婉呢。在我们那里啊，有一个传说，说亲人离世之后呢，会变成一颗美丽的泡泡，然后飘啊飘啊，飘到圣池的上空当中，变成一颗星星，在世人当中选一个最美的愿望，然后竭尽全力的去实现它。真的吗？那我婆婆是不是也化成了一颗星星？她可否听到我的愿望？当然可以了。也许婆婆呀，现在就是上空最亮的星星，她正在努力的倾听小婉的愿望，正准备给小婉实现呢。那我希望婆婆早点回来，村庄里的人永远都不再分离，永远在一起。乖，再躺下睡会儿。婆婆已经安葬好了。我当年也像她一样，亲眼目睹了亲人的离世。我一定要帮她实现愿望。这尸毒是人为所致，很快就要发生异变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行动。这样，你顺着那口井去找水源的源头。我去村子里查看尸体，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事态紧急，不能再让更多的人遭受痛苦了。你等一下。小婉，借用一下。拿着这个哨笛，如果有任何危险，吹响它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干什么？想毁尸灭迹是吧？爷爷死了这么多人，肯定是你干的。我认得他，他正是告示上那个妖女。杀了他！好，可就算你们杀了我，也不能结束这场瘟疫。少废话，给我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不好，云瑶有危险！烧死他！好女！烧死妖女！烧死妖女！烧死妖女！烧死他！烧死妖女！云瑶，云瑶，怎么办？在这等我。昭和，昭和，昭和，你开门啊！昭和，昭和，他们已经变异了！昭和，镇北军向来守护黎民百姓，我实在不忍与你们刀剑相向，对不住了各位。昭和，你开门啊！昭和。云瑶，你到底是谁？再敢说一句假话，我会让你头上10倍100倍。别让他进去。是我把你带到了月村，都是因为我，是我让月村遭受了这样的灾难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大婚当天屠灭月族的人是我。云瑶，这一次换我来守护你。昭和，昭和，你快走！昭和。昭和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昭和，你赶紧走啊！昭和。昭哥，你快走！昭哥，别管我，你走啊！昭哥。
陈北军来了，郑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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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妃，村民们都已经被控制住了，殿下还没有醒来吗？毒素已经侵入全身，就算醒来，功力怕是也难以恢复。无双将军，那几味草药找到了吗？我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好。没事了，忍着点啊，忍着点。你那样包扎是不对的，得像这样顺着来。好的。王妃，殿下现在根本控制不住，喂不进去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殿下他……你先回去休息。是。张哥，张哥，你别这样，张哥，是我。
你醒了。来，还好，烧已经退了。是你一直陪着我。没受伤吧？外面下雨了。我想出去透透气。来，小谢。你们好，我也好。你们好。哎，这儿。王爷，一会儿去买菜呢，有空来家里坐坐啊。好。小谢。来，慢点儿。乡亲们，宁王殿下和王妃以德报怨，救了大家伙一命。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，良缘永结之人在此洞房花烛，喝上丰收的花酒，就能够被五谷娘娘保佑，早生贵子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这样，你们几个去房间布置一下，你们几个去准备饭菜，大家伙动起来吧。走，这就洞房了。这是我们第3次结婚。来，我们共饮一杯。第一次是我岳祖一夕之间被屠，血流满地。第二次是在宁王府大婚，我捅了你一刀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就在那一刻，我竟还有一丝犹豫。如今这一次，没有仇恨，只有你和我，如此安宁。任务完成的如何了？对不起，
他被宁王救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废物！杀了我吧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也被感染了。赵哲，赵哲，有解药为什么不用？解药丢了。你得给我好好活着。那个贱奴一天不死，
你就得给我盯着他。殿下，你的眼睛……我没事。放心吧，越族边境有一种草药，对治疗眼睛有奇效，我一定会治好的。无双，此行保重，镇北军不能没有你。虽然不知道您要去做什么，但镇北军定会等您回来。无双将军，你在等什么呢？小婉，手腕要灵活。像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像沈将军一样，在战场上打仗，防护我们的家园。好，没什么。等一下。无双将军，末将来迟了。走吧。无双将军，小婉就拜托你照顾了。走。走吧。抬脚上楼梯。好。小心啊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打点水来。你小心一点。谁在那儿？谁？再动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去！别剪了。我叫你别剪了。对不起，云阳，我现在功力全无，眼睛也看不见，没有办法好好保护你。那正好，我保护你。我跟你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
我要让你活着去月族。怎么了？我记得穿过这条小溪，就到前面那座山。怎么路被堵死了？那儿有个木屋，我去问一下。走。那个，打扰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这前面的小溪为何被填上了？唉，说起来，这是一件让人心痛的事情。几年前，山那边的族寨一夜被屠，小溪被血水染红，一直流淌下来的全是血腥味儿。村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就给堵上了。唉。确实，当年那里水草丰茂。那，您还知道有别的路吗？有是有，就是得绕过这个山头，从另一个方向穿过去。不过那条路可不大好找。别废话了，老头子，你快去给孩子们领个路吧。谢谢婶婶，谢谢伯伯。哎呀，这娘子可真乖巧，人长得也漂亮，好像我年轻时候的样子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还跟人家比呢。刘春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娶了我还委屈了呗？不敢，我可不敢。让两位看笑话了，我进去准备一下。要不你们坐下来吃一点？不用了，谢谢婶婶。小心啊，抬脚，抬脚。小心脚底下的坑洼和石头。小心石头。往这走。刘伯，还有多久才能到啊？快了，快了。注意前面有石头啊，把脚抬高一点，往右。哎呀！怎么了？哎呀！哎呀！刘伯，刘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谁这么缺德呀？下个捕兽夹也不做个记号。刘伯，您这伤口很容易感染，我扶您赶紧先回去。不，这可使不得呀。这，云瑶，你扶我过来。小心点，往左走，往左。我来背你。哎，小心！来，1、2、3，起！是这儿吧？是，就是这儿。刘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这脚怎么了？老婆子，没事儿，就是受了点小伤，不小心被捕兽夹夹了一下。哎呀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叫你小心点儿，怎么还是这么不小心？刘婶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您这儿有百花蛇草和紫花地香吗？刘叔这个伤口需要处理一下。有，家里多的是，我这就去拿。哎呀，慢点儿。
再来一口啊！你说我这伤要是一直不好，你是不是可以伺候我一辈子呀？想得美，刘春生，等你好了再跟你算账。把药喝了吧，我找刘婶儿配了一些新的药方。这几日我感觉好了很多，谢谢你帮我试了这么多药方。你好了，我就不用照顾你了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给我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激怒，别看它虽小，但威力巨大。下次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不能只知道逃，适当的时候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好，我希望以后不要有用到它的时候。我们明天把这个换点钱，留给刘部养伤。今晚的月亮可真好看。我来给你上药。我一会儿再来吧。没关系。
哲，赵哲，废物！你伤不是好了吗？你还不快滚！这冷宫愈发破败了，皇兄也走了，一切都变了。这冷宫是我和皇兄从小长到大的，我们在这度过了无数漫长的日子。可如今，他义无反顾地跟那个贱奴走了，他心里只有那个贱奴。我知道他负了你，他可以给你的，我也可以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很好，那就开始。你不是说你见过江凝云吗？灵瑶姑娘临走之前，交给了我一个任务，我需要你的配合。我现在就去。我肚子疼，我上趟茅房。站住！你要干什么去？大哥，我去如厕，实在是憋不住了。回去吧。哎，兄弟啊，下班了。好。大人怎么了？哎，是我。你怎么才来呀？别废话了，拿到没？快走！小心！快走！小心点啊！快走！走！靠近了一点，与我前进行事。站住！通关文牒呢？大人，我们的通关文牒。你们这些人怎么都是女子啊？哎，实不相瞒，大人，其实这些都是在下的内人们。内人们？这么多呀？我长得这么英俊，大人看不出来吗？切，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呀？见过将军。怎么了？
启禀将军，只是看到这里有这么多女子，颇为可疑。有什么可疑的？人家有个3妻4妾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哎，也是啊。喏，走吧走吧。无双姑娘真的是人美心又善呐。快滚！哎。行了，到这儿大家也都算是安全了，这些姑娘就交给你了，务必把她们安全送到月族，和云瑶姑娘会合。放心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吗？嗨，本公子呢，当然还有要事要办。再会。谢谢萧公子。哎，我们不打招呼就走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打了招呼再走，会更加舍不得的。柳树昨夜给我画了张地图，我先看看。他们可真是好人，等有机会回来看看他们。下雪了，原来这就是雪啊！你能看见了？在我们大魏，与心爱之人一见如雪，可谓白头偕老。我记得有一年，大魏下了很大的雪，我就带着我弟，然后偷偷地溜出了皇宫，跑去堆雪、打雪仗。那天我们玩得都浑身湿透，回去的之后，被母龟打骂一顿，还被罚跪。那雪是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像糖一样？等边境平复，我带你去大魏看雪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中秋节。
走吧。从前族人们最喜欢在树底下乘凉，风轻轻吹，小雨盈盈。曾经的一切美好，如今都回不去了。如今越族如此惨败，赵贺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冰瑶，云芝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他，就是他，对，当年就是他杀了我们全族。圣女，你终于把他带回来了。明日，我要取他的心头血，祭奠我月族亡魂，重建我月族。明日就是祭祀大典了，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这幅画陪伴了我5年。每当我觉得自己活得像是行尸走肉的时候，是他支撑着我活下来。现在我把它还给你。我们喝一杯吧。下了软金伞。为什么？我在等人。等谁？你弟弟。赵贺，这一路来，
骗我骗得很辛苦吧？其实我早就知道，赵哲就是太不吝，就是图我越族的真凶。不是，是我。从那日起，我就知道你一直在骗我。哦，对了，他的后颈处啊，有一个斗笠大小的褐色胎记。是我。大婚当日屠你越族的人是我。我跟你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我要让你活着去越族。所以你一路陪我远行，是为了骗小陈过来。没错，我给过你很多机会，但你始终不说。赵贺，你有你想要守护的人，而我也有我的责任。云瑶，我会让你的族人都变成傀儡，给你陪葬。皇兄，皇兄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贱奴，快放了我皇兄！你要杀的是我，小哲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。你这个阴险的女人！皇兄，你看，当初不听我的劝阻，不顾一切保护这个女人，她现在把我们兄弟二人都困在这里，我早就应该杀了你！闭嘴！云瑶，她还小，小哲还不懂事。皇兄，你不用求她。别再说了，云瑶，小哲还小不懂事，我替他死，我替他死，我替他死，好不好？我求你放了他，我求你放了他，云瑶，云瑶，不必在我面前演兄弟情深了。跪在圣旨旁，对着越族的亡魂好好忏悔吧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云瑶，云瑶，皇兄。他怎么样了？已经被我软禁起来了。也还好，等到他醒来，祭祀也该结束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些被操控的女子如何了？还在昏迷，不过你放心，明日他们便会苏醒过来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把他们解救出来。也多亏云芝姑娘的帮助。不过。
云芝，你心甘情愿为我做这么多事，到底是为何？谁允许你动我的兔子？滚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不一样的一面。快走！你要干嘛？你这个贱人，还想反抗我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不要！我的人你也敢动？从那时起，在暗无天日的太卜署里，快要被黑暗吞噬的我，仿佛有了希望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大人，人到了。你愿意成为我的死士吗？我愿意。那你去宁王府，盯着他。你我皆如这树下的孤影，共同承载着世间的风霜。我只愿你有人可依，有人相伴。神灵在上。
哲，有人吗？帮我开下门！有人吗？帮我开下门！月神保佑，罪孽鸳鸯，不遵神谕，犯下弥天大祸，还圣池枯竭，族人殒命。今日受月神庇佑，必当手刃仇人，取心头血，祭奠圣池，祭奠我月族亡灵。吉时已到。上车！等等！皇兄，皇兄，玉瑶，赵贺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下次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不能只知道逃，适当的时候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好，我希望以后不要有用到它的时候。这是我送给你的。今日你胆敢再上前一步，就休怪我无情。云阳，小哲是我弟弟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皇兄，快走啊！你会没命的！我求你放过他好不好？我求你杀了我，别杀我弟行不行？皇兄，皇兄，你快走啊！皇兄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，不要我！皇兄，皇兄，皇兄，我求求你了，快走啊！月族贱奴，你知道我杀你们族人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样子吗？他们可怜极了。闭嘴！妻子好无助，可我呢？我连眼睛都没眨，我手起刀落，我就把他们全杀了，全杀了！赵哲，月族人都该死，你们活该！月族永无复兴之日！小哲，皇兄，小哲，为我最爱的人付出一切，保护月我，一切都是你保护。现在，祝
终于换我护着你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小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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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，小程，小程。小程，你醒一醒！小程，小程，醒一醒！小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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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皇兄没有保护好你，没有教育好你，皇兄真的错了。皇兄，这个木雕好像你啊！这是皇兄送给你的礼物，往后就让他陪着你，守着你，就像皇兄一直在你身边一样，好不好？谢谢皇兄。小哲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气。仇人之血已洒，岂愿圣池无恙？阎王陵已归寂，天下惊梦已破，圣池为证。今日，月族圣女向逝去的英灵起誓，必将秉承祖先的遗志，重建家园，再现荣光。说吧，你要如何惩治我？我心疼你，心疼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，人不人，鬼不鬼的样子。可把我变成这样的人，明明是你呀！是你把我锁在房间里。是你让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的。我们姐妹一场，你是不是对我太狠心了？我不明白，我们生死相依，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日子，而他呢？他是把我们抓到太卜署折磨我们的人，你为何要帮他？因为我心甘情愿为他做一切。从大婚当日来宁王府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替他监视你。你的一举一动都是我告诉他的，还有你那个一刀杀死赵哲的银针也是我做的。每一次都是我救的他，每一次都是我救的他。为什么偏偏这一次？为什么？他死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。元之，你清醒一点。他是屠了我们月族的人，他杀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，他不值得你这样。他值得。屠族那日，他就当着我的面杀了我最想杀的人，那个一直折磨我、蹂躏我的阿爹。什么意思？站住！
娘的知道回来呀！钱呢？我没钱。没钱？废！没钱！你别再赌了，咱家已经没有钱了。少废话！丧门星还敢怪你爹赌钱，跟你娘是一样的赔钱货。哼，就这么点儿，告诉你，这钱可不够。3天之后拿不出让老子还赌债的钱，就把你卖到青楼去，知道吧？滚！废物东西！3日时间到了，还不还钱？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再宽限我几日，我一定能想到办法。哦对，我还有个未出阁的丫头，我要是还不上钱，我就把她送你啊。感谢他，我感谢他把我从牢笼里救了出来。现在你明白了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高高在上的月族少女，而我只是那个被踩的只剩下半个身子的蝼蚁，生不如死。从小到大，我习惯了，我早就习惯活在黑暗和炼狱里。太捕鼠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，只有赵哲让我感觉到有人在护着我，我愿意被他伤害，做他的小兔子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这不是爱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他爱我，我也爱他，你根本就不懂，你根本就不懂。云池，你听我说，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他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利用你，更不会让你置身于死地。其实，真正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的，根本就不是他，而是你自己啊！你可以过得更好的。我真的不想看你再这么错下去。云瑶，我从来没觉得我有错，爱一个人是没有错的。我做的一切，他都看得到。这是我为你特意带来的。我们姐妹一场，从此之后便再无瓜葛。你走吧。云瑶。
这个东西扔了。谢谢你一路以来的帮助，要不是因为你，越族的复兴大计也没那么快。看到你过得挺好的，我也该走了。去哪儿啊？我呀，江湖浩渺任我行，天涯海角呀风自迎。对了，我想知道，对这个圣池许愿，愿望真的会实现吗？这是我们越族的钱币，可保愿望成真哦。许愿嘛，心诚则灵，试试。感受到了吗？什么？嗨，可能是我心还不够诚吧。算了，走了。路上小心啊！父皇怎么样了？殿下，您终于来了。圣上他龙体欠安，您快去看看吧。父皇，儿臣带着小哲回来了。他怎么样了？儿臣有罪。是我没有保护好小哲，是我害了他。小哲，小哲，真的害了。小哲在成为太卜令的时候，曾经跟朕说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只求他的皇兄能成为镇北军永远的将军，未来的君王。不，父皇，这些都不是儿臣想要的。这天下不属于你我，而是属于百姓的。是啊，是啊，为父登基这20多年。修缮城池，开仓放粮，减缓徭役和赋税，解救穷苦百姓，使他们免受饥荒之苦。希望我大魏永存世上。是，父皇是做了许多丰功伟绩，可唯独越族一事。都是父皇的贪欲，害了这个越族，害了你们兄弟俩。荷儿，荷儿，来。父皇，荷儿，朕别无所求，大魏的将来就摆脱在你身上。你
懿旨。奉天承运，新帝诏曰：天命所归，四海升平。边陲越族，乃我大魏圣洁之地，我大魏子民要与之世代交好，好山河无恙，人间皆安。钦此。我的人你也敢动？小哲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无双已经把你太部署的人都收编进了镇北军，他们现在也是守家卫国的一份子了。陛下，你为何要把小殿下葬在这里？这是我们从小一起生活的地方。对了，小婉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整天和男子们混在一起，一点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。那跟你还挺像啊。走了。陛下，你去干什么？下棋去。你输了。啊？烦死了，一局都没赢。这怎么又输了呀？公子，越族今日在举行相亲大会，我们要不要去？哎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才没兴趣。对了，提到越族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你在越族圣池许过愿没有？到底灵不灵？你许的什么愿啊？
我许的是和云阳永远在一起。算了，不想说就算了。我们再来一局，这局我一定赢。日后你若有事相求，我必无条件相助。我的要求就是要你输。哎，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，干什么呢？外面来了好多俊俏男子来相亲，你快去看看呀！阿妈有你就够了。阿妈，有孩子也不耽误给我找个帅气的爹爹。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哼，你不去我自己去。哎，阿妈，我会给你把关的哟。来来来，嘿嘿，跑慢点啊！知道了。小姐，家里良田万亩，家财万贯。不行。为何？我这条件在京城许多女子还倒贴，你反倒拒绝我？因为我要女主外男主内。你身量多少？在下身高7尺。7尺？我看你也就5尺。我跟你说，我阿妈贼美。有多美啊？就是很美，你去看就知道了。阿妈，你看我给自己找的爹爹怎么样？你可还满意？云鹤，